扫踢把对方整个扫翻。中国摔跤之王就是他，用地面战征服对手，整场几乎没有站立对决。这位摔跤之王是中国 MMA 名将，他就是金翅大鹏张立鹏。16岁开始接触散打，18岁开始学习巴西柔术和较为简单的摔跤基础，终在24岁获得了终极斗士总决赛冠军，是国际上首位获得这个头衔的中国籍选手，在国内的名气和实力都较为出众。话咱就不多讲了，红黑短裤是大鹏展翅张立鹏，全黑短裤是韩国 MMA 悍将金立。这场比赛是张立鹏在昆仑决的第8战，前几场战斗均以胜利结尾。双方上来并没有选择直接发起进攻，而是选择试探性虚晃。能不能连续自己的连胜势头啊？是张立鹏刚刚这个韩国金立拳脚组合打空之后，被张立鹏迅速带入到地面。张立鹏的摔法和地面缠斗是在国内出了名的强，反观金立在韩国也不是什么小人物。双方持续的地面对峙中，张立鹏说的一样啊，他会找机会把对手摔倒。是的，看看能不能拿到好的位置啊，过去一条腿。张立鹏移动速度很快啊。对，这是拿到颈部了。要飞过舞台了。由于金立防守不当，被张立鹏抓到机会，试图用断头台结束比赛。金立的脸已经被勒变色了，可见张立鹏的力气有多大。重新再找位置啊，这一直没有放开啊，一直没有放开。换你的位置啊。因为其实这个断头台动作呢，你控制住对手的颈部之后呢，一定要把对方的身体让他没法移动。对，因为他往前移动的时候，顺着自己的一个手臂控制方向移动的时候，这个劲儿就卸掉了。是的，我们看看韩国选手金立也在试图在绳脚的时候把张立鹏拖入更深的地面啊。是因为现在张立鹏有上半身在靠在围绳边上。对，他想把张立鹏拖到这个离着围绳更远的地方。对。这个韩国选手啊，技战术水平非常高，整个的 MMA 的基础水平也很高，对，所以呢，并且打法很严，有一些我们刚刚在别的比赛当中啊会提到这个龙边战，当然龙边战和围绳打 MMA 不太一样啊，但是对于这种距离的把控，他们特别有优势。是的，据我了解，金立他们在韩国的这个俱乐部啊 ，MMA 水平是非常的高。里面也有几个知名的选手是征战最顶尖的这种 MMA 格斗，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他的 MMA 技战术水平、基础水平是很好。好，我们现在看到裁判要把双方重新拖回场地中央。这个就是围绳比赛和笼子比赛一个巨大的一个区别。对，因为在笼边的时候会有笼边战继续开打，可是在围绳比赛呢，如果双方在做挣扎、在做互相角力的时候，就有可能跌到地面，所以要重新拿到场地中央来做比赛。是的，因为金立上一次在昆仑决韩国站的时候，他的 TKO 获胜是用地面砸击。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张立鹏的地面砸击也，张立鹏的眼睛很尖锐，嗅觉也很敏锐，真是见缝插针。双方持续着胶着状态，张立鹏顺势用大腿锁着金立的手臂，三角锁已经成型。金立此时非常的危险，手，看看控制。这个没有完全控制住他下面的手臂。其实啊，张立鹏是做一个三条脚的一个动作仰攻对手，结果呢是控制对方肩结果这两个动作都被对方给逃脱，对方柔韧性很强。对，我们看看现在大鹏是在上位，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好的位置啊。小谢，你要起来啊！你要起来。对方呢，这时候是把腿脚放在张立鹏的胯部，然后一蹬出反作用力，然后做别的动作，起来很快，对，起身很快啊。小心三个火就行了啊。我觉得这两个选手都非常的老道啊，不管是处于什么位置都不急不忙的。对，张立鹏在站立打击的几拳，你看都是使尽全力的啊，特别希望在站立的时候打重击能够把对方在站立式换拳中，张立鹏一套组合拳打出，金立的状态被打消不少，只能暂退锋芒，进行防守的同时，还在伺机对张立鹏做动作，可见这个韩国名将金立实力还是很显而易见的。应该还是在打站立的时候，对方对张立鹏那个拳啊，似乎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在近距离纠缠打缠抱的时候啊，对方经验还是比较多的。是的，
这个时候，其实刚才那几个连续的拳法，连续几拳全部都有击中达到了一个双腋下的一个位置。对，还是应该更多展战力，跟对方拼战力打拳，因为明显对方吃张立鹏的拳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应对经验。对，而且他的反应非常的明显，是，所以张立鹏刚才在边角的时候并没有去耗费太多的体力。好，正好第一局结束。第一局结束，我们看到大鹏的优势还是相对不错的，比较明显。这一回合，对站立的时候，张立鹏是有很大的优势。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选手啊，更多的是张立鹏的优势是在他的力量。对，在力量，你看，这个抱摔动多么很清晰的一个抱摔。对，是本身张立鹏这个腿部的肌肉非常发达。对，我们看这往前冲撞的力量非常强。从地面上来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选手都非常的老道，不管是处于上位还是下位，都比较冷静。对。其实我们也看到韩国选手在身高上稍微有一些优势啊。我看到他的腿长跟臂展好像都要比大鹏要好一些。是的，所以在地面的时候，可能他会更容易控制一些吧。相对来说呢，这样的选手呢，这种类型的选手，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张立鹏虽然拿到暂时的优势，但并没有急于压制金立，双方在战力上还是虎视眈眈的看着对方。金立的身高臂展要占优势一些，反观张立鹏的肌肉维度要比金立多出很多，看着他的肌肉就特别的扎实。究竟二人鹿死谁手？咱们继续往下看。合适的机会打防守反击，因为张立鹏单击的这种杀伤力还是很大的。高鞭腿上头。人在摔，咱这个特别高，帅。现在都很谨慎一点。这个前手平过这种抡啊，要有一定的铺垫。这么白的抡过去，张立鹏先是虚晃上身，然后攻其下盘。金立也是非常迅速的做着防守，此时显得很被动。张立鹏也是迅速做出动作，试图用断头台将其降服。看到了断头吗？这是一个断头，手没有接，两手没有搭动。现在看这个角度有点，还是没有完全进去，没有完全进去。对，看看继续，大鹏再往手再往里伸。但是这个对手经验很丰富啊。对，在做站立断头的时候呢，手没有完全进去。真的放他力气，放他力气啊！但是这时候呢，张立鹏已经双手已经大扣了，紧的这个位置特别深。张立鹏如果这时候两人的个头能够换，是张立鹏的个头更高一些，对，这个做站立断头都能有效。是的，可惜呢，就是张立鹏个头呢稍微低一些，他这个站立断头呢，让对方那个腿还能发力往前顶，对，就卸掉了自己的力量完全发不出来。我们的规则看到，刚才在绳边的时候，同一个动作如果长时间没有效的转换和进攻的话，裁判会重新从站立开始。对，我们看到韩国选手脸上已经被张立鹏的拳法打得青肿了。张立鹏这个拳啊，每拳都重，我觉得应该轻重结合。可能张立鹏也是在找更多的机会，因为对手他也知道他的臂展比较强。前来说，我觉得张立鹏跟对方打中近拼战力是 OK 的。在打中拼战力的时候，一旦做推到不摔的时候呢，张立鹏还有优势。目前看接触地面的时候，对方地面比较难缠。是一个在地面上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对，所以呢，但是地面呢，张立鹏并不吃亏，因为他本身力量很强，而且张立鹏的转换也很快。对，如果打站，比赛来到半段，双方的体力大幅度下降，金立的状态也是下滑严重。张立鹏再次故技重施，攻其下盘，再次将金立带入到地面。的时候，可是呢，你看这个选手经验很丰富，张立鹏这会儿应该把他拖出来，让对方离这个绳边更远一些。
因为在这个绳边的时候，自己也没法做动作，对手呢反而是靠在对手呢有一个随时有可能被裁判收指的这样一个，或者说重新挪到中央的这样一个位置，这样很尴尬。对，因为我刚刚我注意看到韩国选手在每次在被张立鹏在摔倒的一刹那，他马上就会有动作。对，所以一直不管是在靠卫生边挪，还是有一些反身的动作，他反应很快。是啊，张立鹏很聪明啊，因为对方想起来的时候需要头先起，结果他把按住对方头，可是对方这时候变劲儿，做一个后腿摔。对，你看，果然这就是围城比赛和龙边比赛是的。对方拿到了等恢复之后，金立拿到张立鹏的背，张立鹏暂时处于下风，稍有不慎就会被金立拿到有利部位，张立鹏极有可能被 KO。看得出来，大鹏是不是很着急？这张立鹏还是场上稳健。对，张立鹏在尝试拿对方的手臂啊。是，这时候刚对方把手拿过去的时候，张立鹏先拿到了。他想再做一个肩部的控制，肩部的一个锁，但是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更多的功能呢是防止对手的打击，对，控制住对方的这种攻击手，抽出来。我觉得张立鹏现在还是在稳的同时，要找机会做一个转身，还是要做移动，但是有10几秒的时间，在这个10几秒的时间，这种位置，好的，要做一个膝固吗？已经转过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控制下，不止关节技是有困难的。对。张立鹏还是很聪明，刚才他一直在属于被动防守的时候，还是一直在找机会。我们看到慢动作张立鹏的前手明显的击中韩国选手的脸上，已经画这个高腿，但是力量渗透的不够啊。对。我们看到韩国选手在倒地的一刹那，永远都会有一个动作。是在倒地的时候，并不是在固定的位置上，在倒地的一瞬间都是配合移动。对。双方在地面上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是半斤八两，还都不错。好，我们来进入最后一局。现在裁判要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因为双方摔法近身比较多，所以要把身上的这种水要处理干净。对。我们的 MMA 比赛的规则是3局，每局5分钟啊，所以比站立的时间要。比赛进入到决胜局，金立脸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红肿，脸上的疼痛对金立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韩国人的抗击打能力跟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选手有一拼，日韩抗击打是出了名的厉害。反观张立鹏一直虎视眈眈地看着金立，找到机会就对其做动作。庆幸的是，在昨天的 UFC 当中，看着这位韩国选手金立，身体有些软绵绵的，张立鹏顺势接上一记高扫，不料金立直接倒在地上，张立鹏则不给对手一点喘息的机会，上前就做着压制动作。这个力量啊，确实是要优于对手。这个手进去了吗？没有，还没有。现在对韩国选手是在做一个 take down。对，大鹏很快啊，快，对，很快，找一个好位置。张立鹏这个动作做的非常对，因为对方头部在于身体最低的位置的时候是没法发力的。对，看看张立鹏已经放弃这个动作，因为还是要说断头台吗？没有，放弃了。没有，因为刚才对方的右手臂并没有进入到有效的位置，所以做大扣的时候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效果。金立趁着搂抱的机会大口喘着粗气，张立鹏怎能让其缓冲体力，找准机会就做着打击动作。
为绳啊，这个做一些的打击和袭扰。对，其实像这种动作不会耗费很大的体力，也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对对手的能看金立这个选手有很强的这种龙边技战术的修养。对，如果在龙边的话，今天的这个战局呢，跟今天的这个样子还不太会一样。这就是当初两大 MMA 赛事 Pride 和 UFC 虽然都是最强者，但是打在一块，在不同的规则下打，会有不同的结果的原因。是的，包括两个赛事融合到一起，是所有的运动员交叉来打。在前期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不同。但是现在更多的 MMA 选手更多的适应这种擂台四面的围剿。张立鹏拿到了很清晰的几个 takedown 这是非常清晰的。对，那站立的时候呢，也明显的有着打中对手，给对方有重击虽然没有直接把对方，但是有很清晰的重击。也在真正进入地面的时候，双方是差不多，我觉得双方是不相上下，但张立鹏相对来说比较主动。对，但是呢，虽然是主动，但是有效性没有那么高。对，包括在龙边的时候，张立鹏的主动性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低扫，意识往腿过来的时候，拿拳打对方的头部。现在还剩最后的2分钟。张立鹏的眼神非常坚定，接着再次抱摔金立，将金立带入到地面。张立鹏随即对金立做着裸脚，二人局势陷入了紧张时刻，稍有不慎，比赛就会提前结束。这个翻板，对，控制住这个位置。韩国选手还是抽出来一个安bar，对，但是这个时候对方很难往后倒掉这时候因为后边还是有围绳。对，我看张立鹏的手臂是掏进去没有？拿对方的手臂如果能够有效做掰直的话是有可能的对方是2手大扣。因为现在韩国选手的他的重心相对来说更稳一些。对，在这个位置。看看张立鹏的2条腿还是在控制着他的右手是。这个位置是没法继续做安bar。对。你看这双方在互用砸击，在干扰。两人现在都只剩下一只手臂。张立鹏还是拿对方那个手臂放开。一个砸击，应该是没有砸到。张立鹏刚刚其实这个对方这个地面打拳。张立鹏的这个地面往上踢这种技术现在呢，其实在 MMA 这个赛场上也多次出现机会。不仅仅是踢对方这个胯和腿，把对方踢远是的，也可以踢对方这个头部刚回到站立之后，张立鹏再次下前抱摔金立，金立急忙做着防抱摔动作，最终还是被张立鹏带入到地面。双方都互相击打着对手头部，时间也是到达赛点，双方也不再进行保守防守，只进行进攻，不进行防守。张立鹏的优势是很大的，不管是在地面还是在站立，优势都大于金立。金立主动进攻次数非常少，张立鹏全程都在主动抱摔金立，对地面缠斗非常执着。看一下张立鹏在站立上确实也有很大的优势，不知道大鹏能不能迎来自己的8连胜呢？我们交给裁判。我的天哪，这比赛都疯了，我打出花来了。
大鹏已经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亏，已经很久，我记忆当中很多年没有打过这么吃力的比赛了。比赛结束，二人大战3回合之后，双方的体力都消耗巨大，尤其是在第3回合，很明显能看出金立的体力已经是微乎其乎了。面对张立鹏频率的主动进攻，金立也是指防守进攻次数少之又少。最终张立鹏以点数优势获得胜利，这就是中国摔跤之王。下期我们不见不散哦。